大家好，我是安大雄。很多焦虑症、强迫症的朋友都听说过来自日本的森田疗法，都知道顺其自然、为所当为。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8个字反而更加的疑惑。那我怎么样做才是顺其自然？我做什么才是为所当为呢？比如说吧，有强迫的想法和行为比如反复的洗手，那我到底是洗还是不洗呢？那怎么样做才是符合这8个字呢？还有的朋友也会想那我顺其自然吧我就不管它了，我继续带着症状生活吧，那就会好吗？那什么时候才会好，对吧？难不成等到七老八十吗？咱们有怀疑是很正常的。那森田疗法经过100多年的继承和发展，能够延续到今天，肯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呢，它也是现在公认的针对焦虑症、强迫症等等的神经症的有效方法。前提呢，就是我们要去好好的了解，深入的去理解，最终我们才能知道它为什么有用，该怎样去做。从本期视频开始呢，就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那这个系列我就把森田疗法从头到尾帮大家原原本本的梳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正确的理解和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要说森田疗法，咱就不得不提森田疗法的创始人森田正马教授。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森田正马教授个人的经历和森田疗法的产生过程。1874年，森田正马出生在日本的高知县。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学老师，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对长子森田正马寄托了很大的期望，就望子成龙嘛。像是白天放学了，晚上都做完功课了，父亲呢还是要强迫他去学习和背诵。同时呢，森田正马小时候还有半夜尿床的问题经常呢感到自卑和羞耻。为了不弄湿被褥，经常在床上铺上草席睡觉。到了12岁，还依然为了半夜尿床而苦恼。那在初中和高中时期森田正马开始有了焦虑的一些具体症状像是头疼、心动过速、容易疲劳，总是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开始失眠。那上大学以后呢，就被确诊为神经衰弱。当时流行的说法呢，就是神经衰弱，其实呢就是现在的焦虑症。在当时就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父母因为农忙，光顾着干农活收庄稼嘛，就有2个月的时间就忘记给孩子寄生活费了年轻的森田正马没有收到生活费，就误会了就想歪了就以为父母呢不支持他上大学，就不给他生活费。他就很愤怒甚至呢就想着当着父母的面自杀。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呢，他就狠狠地下定决心要拼命的学习，非要干出点成绩给家里人看看。在这段时间，他就什么药也不吃了，就放弃了治疗，就一心一意的去学习。结果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同时呢，他也发现很多的症状也在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他的这段个人经历和痛苦的体验都成为了日后森田疗法的基础。那在1902年，森田正马在医科大学毕业以后，开始了他的从医生涯。在一开始，他专门研究这个催眠疗法，后来呢，他就专注在这些神经症的研究也就是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的研究上。在他的临床实践当中，就开始尝试当时有效的各种方法像是这个安静疗法、作业疗法、说服疗法、生活疗法等等。凡是当时有效的方法，他都尝试过，而且呢，都保留了其中有效的内容，加上常年积累的对神经症患者的观察，再结合上自己切身的体验，最终呢，就创造了他自成体系的独特疗法。他当时呢，就称自己的方法叫做神经症的特殊疗法。到了1938年，森田正马教授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呢也想过很多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像是创造性的体验疗法、顺其自然疗法、顿悟疗法、洞察疗法，最终这些名字都没选，就是用了森田的名字来命名，纪念为神经症研究付出了一生的森田正马教授。在森田教授去世以后，经过了他弟子们的继承和发展，那森田疗法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研究和完善，而且呢应用越来越广泛，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森田疗法。森田疗法适用范围很广主要是适用于神经症像是焦虑症、强迫症、
恐惧症、广场恐惧、社交恐惧，还有疑病症，是吧？强迫观念啊、失眠等等等等啊，都是有效果的。咱们就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森田疗法的理念，往后呢，这个视频的系列我会把这些概念一一的详细的给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公式。森田疗法认为发病的机制是这样的：发病等于疑病素质加上诱因加上精神交互作用。这个疑病素质啊，是说发病的人首先要有人格的基础，就是要有这样性格特质的人，他容易得这个神经症。那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精神活动内向啊，注意力呢偏重于自身啊，习惯自我反省，特别关注自己的内心和身体上的不舒服、不愉快，比一般人要敏感啊，更容易担心，而且特别好强、上进，不安于现状，追求完美啊，很较真儿，很执着。这个疑病素质、完美主义的人格倾向就是发病的基础。但是呢，光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这顶多呢只是有了易感性。第二个因素啊，就是诱因，也就是生活中的压力、挫折、失败等等的这些导火索，像是失恋呐、自己身体生病啊、家人去世啊，或者看到一些负面新闻啊，哪怕是外在的，比如说疫情就是一些短期的一些因素。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啊，让自己产生了某种自认为是病态的体验。第三个条件呢，就是精神交互作用。什么叫精神交互作用呢？当自己因为这些恐惧啊、焦虑啊，就逐渐的注意到某些感觉或者某些想法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感觉和想法上，然后呢，自己对这个感觉就变得更敏感，好像这个感觉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结果呢，就导致自己的注意力逐渐的固着在这些感觉和想法上，注意力呢就越来越狭窄，这个感觉好像就更敏感了，更强烈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呢，就是精神交互作用。然后患者在精神交互的作用下，就进入了一种被束缚的状态，被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感觉、思维、恐惧的情绪所包裹，无法挣脱，开始想尽办法的想要摆脱这些感觉和想法。但其实所有的挣扎和抵抗都是在增加对这些感觉和想法的关注，反而强化了精神交互作用，结果呢，就被依然困在这个被束缚的状态之中。那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像咱们去年的疫情很多朋友关在家里边，然后看到很多这些负面新闻就开始担心焦虑长期不出门或者是缺乏运动再加上这些紧张焦虑就开始逐渐的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不适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传染了呀，对吧？就内心就非常的矛盾，很害怕，然后不断的去上网查，去量体温都始终无法摆脱这些恐惧和担忧。自己越是努力的想要克服这些感觉，反而对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更加敏感，更加焦虑，更加害怕。越是想摆脱呢，却总是摆脱不掉就一直非常的痛苦。以上呢，我就给大家简单解读了一下森田疗法对发病机制的一个看法。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呢，对这个精神交互作用就应该很好理解。但森田疗法的理念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就很难用顺其自然、为所当为来概括这个治疗的方法。如果只是单独看到这8个字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认识。大家呢，还不如先把这8个字放到一边，对吧？我们就先从最基础的这些理论开始从零开始，咱们去学习和了解森田疗法。前段时间呢，我就没更新就是在做这个准备工作就在规划这些内容。其实这个内容从去年就开始准备了更新的计划呢，就是从头到尾，从人格因素开始，然后精神交互作用、思想矛盾、生的欲望、死的恐惧，逐渐到了这个什么是自然，才能引出这个顺其自然、为所当为。逐渐的咱们由浅入深，然后呢再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强迫思维、疑病是吧、杂念、恐惧等等的问题，我都会依照很多本书籍上的内容去给大家分享分享、解读解读，是吧？希望大家呢看完这个系列能够对这个森田疗法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够对自己产生真正的效果。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森田教授把对神经症的治疗称为再教育，就是像咱们理解的上大学差不多也可以说森田疗法更像是一种生活哲学。大家想想其实也对嘛，对吧？就跟上学一样，你不毕业的话他不放你走对吧？反复的这个过程就像是复读，就像是不断的考试一样。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森田疗法不要认为它很难也别把它想得太简单。它既有这个调整认知行为的内容，
而且它的核心思想呢，也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庄道家的无为，也跟禅的思想呢也有相通之处。所以说它呢是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去理解的。所以啊，大家呢也要准备好一点点的悟性，而且它的重点就是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去体会、去感受。有些朋友啊可能看过森田教授的书，他的书中啊出现了很多佛法的词汇用语。那么后边呢，我也会加几期我个人的理解，来聊一聊老庄思想跟森田疗法，还有禅与森田疗法。那之后呢，我还会带着大家去品读一下关于森田疗法的书籍，去帮助大家深入的了解。那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呢，我也会举一些书中的例子。那他书中提到的一些案例，我们都可以拿来详细的品读品读。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说一下啊，森田疗法的实施啊，有很多种形式啊，像是住院式、门诊式，还有生活发现会啊，也就是集体座谈会、学习会、读书会这样的形式。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随便看一本关于森田疗法的书啊，上网查一下啊，都有。所以呢，我主要说的就是关于森田疗法的理念。再一个呢，就是帮助大家去读书啊，能够读通、读懂，带着大家一起去好好的梳理一下。本期视频呢，就是开个头，先让大家简单的了解了解。下期视频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最基础的人格因素，也就是疑病素质、完美主义性格。我是安大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下期再见。